我知道暗号，我就是弄不到那双鞋，你何必这么难为我？叶山鹰，苏海棠总该知道是谁吧？是我媳妇儿叶山鹰让我来找你的，她现在被关在监狱里边，现在情况十分紧急，信不信由你。你要是不救的话，我自己救。我走了。等等。 你就是山鹰战队的朱有为吧？你知道我？来，坐下。快说说，你们到底有什么计划？行。哎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曹河清监狱。 去那儿干嘛呀？你不是说苏海棠多了一个特别能打的女帮手吗？因查案需要，需提审在你处服刑的囚号为3721、3867两名囚犯，悉予配合。哎。 找人去。是。行啊，兄弟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公函你都拿到了，弄得跟真事儿似的。什么叫跟真事儿似的？本来就是真的。3721出来。 3867，出来！你觉得那个女人会是谁啊？这个叶山鹰有一阵子没来找我麻烦了。我也觉得是她，所以我早就派人在那守着了。真有你的！哎，都办好了。谢谢啊。走。 等等，哎，典狱长，什么情况啊？这位是警备司令部的参谋，提审2个犯人。在下朱有为，警备司令部的副参谋长姓何，是我的好朋友。哦，原来娄典狱长和何副参谋长是旧相识。在下是上周刚上任的。昨天晚上我们俩还一起打麻将呢。是吗？ 啊，公函在这儿，验过了，真的。这2个人犯什么事儿啊？一个是军统的特工，一个是私盐贩子。这私盐贩子能跟警备司令部有什么关系啊？没弄错吧？错不了。不信的话，您可以给警备司令部打电话呀。太好了，你不说我还忘了。 我刚才也说了，警备司令部的何参谋长跟我是特别熟。既然这样，你别走，我打电话核实一下。这可是大事儿，你要真是他的人，这个面子我可得给足了。管风，没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离开。是。打电话一核实，我可就穿帮了，你要害死我呀！怕什么呀？
没见我比你高半头吗？天塌下来由我顶着。喂，给我接警备司令部。喂，喂，来人，快，马上看住外面那个姓朱的，电话没接通之前，任何人不许离开。是。喂。 朱参谋，典狱长请你先去喝杯茶。我不渴，他要请我喝茶，让他自己来请，什么毛病啊？对不住啊，朱参谋，耽误你时间了。不耽误，本来这事儿也不归我管。是，何副参谋长的秘书已经告诉我了，改天一定请您和何副参谋长吃饭，赔罪。哎呀，何罪之有？大家一起吃个饭，聊聊天，沟通一下感情。对，沟通感情。官方哟。 走。走。傻不傻？走。 快过来，给我也解开！催什么催？你们先走，我断后。海棠。 站住！你们几个抓住他们！不许动！放他们走，我跟你回去，否则我们就同归于尽。走啊！咱们还是先走吧。如果我们硬来的话，只能救出海棠的尸体。不能丢下海棠不管。我们要是硬来的话，一定会激怒这个蛇蝎女人，反而会害了海棠。还是先走吧。走。走吧。
我看你今天真是不想活了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住手！单国轩，把枪放下！我叫你把枪放下！我不，我今天就要跟他做个了结，跟他同归于尽。那要杀他是分分钟的事，但你也知道，只有苏海棠活着，对我们才有最大的价值。把枪放下！把枪放下！放下！你带他们走。你也把枪放下。你身上在流血，我送你到医院去。走。海棠，海棠。难道海棠就是文音的妹妹圆圆？苏海棠怎么样？如你所愿，还没死。你就为什么非要苏海棠死啊？听着，只有苏海棠活在我们手里才有用，你懂不懂？你这是妇人之仁，你分明就是舍不得她。苏海棠跟野山鹰是一伙的，难道你现在还看不出来？要不然野山鹰为什么要冒死来救她？你叫行动小组过来，到这儿来看着，一组、二组都过来，24小时轮流看着，出了问题拿你试问。醒了，明大。好了，醒了就没事了。你好好休养，不会再有人来伤害你了。你不是一直都想杀我吗？有人确实想要你的命，但那人不是我。你买通了女囚，一次次的想置我于死地。你不用再骗我了。其实我什么都明白。如果我想让你死的话，我现在就不会救你了。你的档案结柜上面写的是江都少伯真人，但你一直说你是盐城人，就是因为你父母是盐城人。5岁的时候，随他们迁到江都去了，而且你还是个养女。你在调查我？你知不知道？其实你是镇江人，你出生在镇江一个酿醋的大户人家，你家的醋在镇江是数1数2的。出生的时候，有2个姨娘来照顾你，一个管吃管睡，一个管洗洗刷刷。你2岁那年的元宵节，管吃睡的姨娘带你到街上去看花灯。这一出去，就没有再回过家了。之后，扬州、江阴、淮阴、江都、盐城，你就像一个玩具一样，一次又一次被转卖，最后被一个盐城的老夫妇给收养。老夫妇在盐城开了一家南货店，家里颇有积蓄，对你是疼爱有加。后来南货店倒了，你们就迁到江都去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到底想做什么？重要的是，你还有一个长你5岁的姐姐，她的小名叫团团，你的小名叫圆圆。团团眉根有一颗痣，而你手臂上有一个蝴蝶形的胎记。小的时候，团团常哭着问着父母，为什么把你生了有漂亮的胎记，而他则生了一颗痣？
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文英走的时候，他托付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要我利用军统的关系，帮他找到失散多年的妹妹文英。她就是团团，你就是圆圆。听着，我要带你离开这里。这是我能为文英和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情。我们找了这么多家医院，都找不到海棠的踪迹。你看，这家医院的戒备这么森严，我想，海棠十有八九就在这个地方。既然戒备这么森严，如果我们贸然行动的话，就有可能既救不了海棠，又连累了小贝。那看来，只有我给你一拳，咱们才能名正言顺地进医院啊。那枪呢？枪怎么带进去啊？周伟，你也有进步啊！我想，苏海棠要真的在这间医院，小贝晚上一定会给我们消息。对嘛，这样才像我们的领导嘛。走，快点。院长，我出去一下啊。哎，喂，严医生啊，我王伯雄。王处长，你替我安排见一下叶山鹰，明天早上9点30分，在法租界马斯南路天主教堂门口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让苏海棠跟叶山鹰走，所以我必须要见他。啊？哎，上官雪此时已经在监视王伯雄了。当他听到王伯雄有意与野山鹰见面时，上官雪的心中已经打起了自己的盘算。你说什么？你是王伯雄的小姨子？他是这么说的，小心外面有警察。我不知道他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，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。说不定王伯雄这次真的想救你呢。针打完了没有？啊，快了，马上马上。快点儿！大英梳子小姐，你的飞刀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。请叫我崔香兰。你来找我什么事？我是来特地告诉你一声，明天上午9点30分，法租界马斯南路，王伯雄会跟野山鹰在那里碰面，商议营救苏海棠的事情。我想，这是你报仇最好的机会。明天上午9点半，在一个教堂附近。圈套，绝对是圈套。本来我也以为是圈套，可现在情况有变化。有什么变化？苏海棠，她是王伯雄一直寻找的小姨子。
这个是谁说的？是王伯雄刚刚告诉他的。丹阳，你认识苏海棠的时间久，你对她的身世有什么了解？我知道她是个养女，可是王伯雄认识她那么长时间了，早不认亲戚，怎么这个时候认啊？哎呀，怕咱信不过他呗。那咱们见还是不见？见，我还怕他不成？那个教堂到底在哪儿啊？在霞飞路附近，不过最好让二师兄和耗子去勘察一下。王伯雄什么意思？跟我耍花招，当我们山鹰战队吃素的？王伯雄那家伙老奸巨猾，这事儿看着怎么都觉得太蹊跷了。不行，咱们得防着点。王伯雄不敢轻易对山鹰动手的。我觉得吧，有2种可能，一种呢是王伯雄知道我的性格，他不管设下刀山火海，我都会去，所以他想借此机会把我们山鹰战队一锅端。还有一种可能性微乎其微，就是他真的想让我们救苏海棠。吃肉的改吃素的，怎么可能？什么吃肉的吃素的？我也饿了，来，拿出来，拿出来。别闹！二师兄，情况怎么样？幸亏我们俩去现场勘察了一下，要不然被人卖了还得帮人数钱。哎，我们发现那个地方有2处特别适合狙击手隐蔽。王伯雄他想故伎重演，上次王硕勋死，就是因为隐藏着狙击手。这次，狙击手一定还会出现，这不把我们当枪靶子使吗？古语有云：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，愚也。”啥意思？意思就是，明知道做不了的事，偏要去做，那就是笨蛋。但是，不是还有一句古话叫“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”？他想擒我，我还想活捉他呢。没错，为了救海棠，这个险咱们必须得冒。王伯雄突然感觉情况不妙，因为崔香兰不在自己的住处，所以王伯雄决定暂时隐蔽起来，静观其变。如果王伯雄这次再捣鬼的话，我饶不了他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他要是想暗算我，总归会有这一遭。9点33分了。这都已经9点35了，王伯雄怎么还不出现？
这只老狐狸不会又耍什么花招吧？我去看看。等等，也许事情有变化。我和耗子查了对面的楼，没有异常。现在这个楼的嫌疑最大了。要不我上去看看？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有什么危险的？有我这条飞毛腿呢。你不信我，还不信这条腿啊？半个时辰之内，我肯定回来。这又不是让你去偷金镯子、银项链，这是要命的事儿。这样，我去跟王伯兄见面。耗子二师兄，你们去楼上去找狙击手的位置，丹阳负责接应，一定要找出狙击手，否则后患无穷。要不，还是我去把这个人引出来吧。哎，一定要尽量拖住时间。还有，万事小心。放心吧，我没事。耗子，走。9点38分了，教堂门口一切正常，野山鹰也没有出现。火炮车！兄弟啊，这个到霞飞路50号多少钱？5块钱，先生。5块钱啊？啊，那么贵？我来的时候才4块钱。哎，4块钱行吗？这样，我再给你加一点，4块5。4块5啊？4块5啊？你醒醒，二师兄！什么人啊？让开！二师兄！二师兄！二师兄！师兄！二师兄！师兄！怎么办？快，背着走！快！来！快让开！快！二师兄！你醒醒！二师兄！这回真的不行。
真丢人。至于吗？要换你身上挨一枪，你不得叫得跟狼嚎似的？你知道个屁呀！我跟你说，我还不了解我师兄啊。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叫唤吗？你信不信？现在他肯定偷偷握着人家野山鹰的手呢。我这回怕是真的不行了。野山鹰这人心太软了，肯定上他当了。不是，这也行？我会不会流血、流干而死？你就这么握着我的手，别撒手，这样我才有活下去的勇气。哎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你要万一真中了枪取子弹的时候，你可别趁机摸我的手。我跟你说好了啊，别怪我到时不给你面子。你别老扒拉我。小北，你要取子弹的时候告诉我一声。我现在就要帮你取子弹了，忍一忍。都打了麻药了，你喊什么喊？哎呀，这是什么破麻药啊？它不好使啊！你应该感到庆幸，子弹没有命中你的要害，只是失血过多，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。啊！哎呦！你替我安排见一下野山鹰，所以我必须要见他。我约野山鹰见面的事情，只有我跟严小贝知道。怎么会有狙击手出现在约定地点？到底是哪里走漏了消息？难道我被监听了？好你个上官雪，你是想害死我？难道不知道害死了苏海棠，我也就玩完了吗？上午上哪儿去了？我是你的囚徒吗？居然监视我！好，我告诉你，我去杀野山鹰，是你告诉我他是我的仇人。没有人比你的痛更深，淑子。请叫我崔香兰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崔香兰，请你相信我，好吧？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要随便走出这间密室，这会对你不利呀。还有，除了我，任何人的话都不用理会，包括上官雪。28号病人查房。
原来他们约山鹰出来就是为了杀他。我开始还天真的以为他真的要救你呢。二师兄的伤怎么样？现在没有什么大碍，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早日把你从医院接出去。家里那边还等着呢。你千万要告诉他们不要来救我。啊！现在他们就是想拿我做诱饵。哎，严医生，王处长，我过来查房的。哦，记得多喝水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嗯。好，点妹，我查过了，买通肥猫想杀你的人是上官雪。你是不是想告诉我，今天要杀野山鹰的人也是上官雪？没错，是上官雪窃听了我的电话，知道我跟野山鹰见面的时间跟地点。我也是事后发现了窃听器，才明白这一切的。按道理，野山鹰在约定地点没有见到我，就应该知道情况有变，他会迅速撤离，也就不会有危险了。你一次次的撒谎，到底有什么居心？你知道我是一个不喜欢解释的人，因为我知道，只要我在乎的人明白我就好。以前我在乎你，现在我更加在乎你。好好休养啊！海棠他不希望我们再去救他，他不想再增加无谓的牺牲。不过，海棠的考虑也不是没有道理。这次二师兄差点没了命。嗨，我这回是忘了把庙里求回来的上签带在身上了，不然哪会中枪啊？小事儿，小事儿。小贝，你告诉苏海棠，我野山鹰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的事儿。我打定的主意，除非打回娘胎，不然不会改变。医院看守严密，最近后门和侧门全都锁死了，只有大门可以进出。可是大门岗哨重重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我那个顺窗户爬进去，我把海棠背出来不就完了吗？你以为苏海棠是个枕头，说背就背出来？我倒是有个主意。你有就有呗，你咳嗽什么呀？哎呀，有你什么事儿？就是呢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这王伯雄他不是个什么好东西，咱们也用不着对他客气。他不是有个女儿叫王芊芊吗？干脆把他逮来。我就不信王伯雄他还敢不老实。